特朗普东亚行掏了一圈自己家的狗窝，给我们说了句谢谢之后，回去就立刻剑指非洲最大石油生产国尼日利亚。另一边，全球第一大石油储量国家委内瑞拉刚被美国锤的向俄罗斯请求军援。马杜罗依据2周前俄方才通过的俄委战略伙伴关系向俄请求导弹飞机和雷达的援助。俄罗斯反手就联合欧派克的8大产油国保持12月增产。全球地缘正前所未有的被一条经济主线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即美国正在努力地调整美元潮汐，为霸权续命，目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前面几起事件的逻辑原点其实就是美国没钱了，而且美元的流动性严重不足。美元潮汐的原点其实是全球都需要美元，且认为美元无风险，然后美元可以被联储通过加息降息抽回美国，顺便带来全球的资产。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美元的潮汐失调了，想要恢复周期就得从原点开始调理。第一步就是恢复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于是就有了跟欧日韩要了 1.7 万亿投资这一出，本质上其实就是让盟友砸锅卖铁，用真金白银换成美元，增加全球对美元的需求。而且现在还主打一个量出为入，去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好是1万亿美元，赚是赚不回来了，干脆就要回来吧。其实给日韩定的这11000亿对美的投资，基本上就是去年美国的进出口的缺口。川普要求欧日韩对美投资真正的价值是，首先让他们变卖手里的其他资产换成美元，这第一步就能增加全球对于美元的需求，然后再投资到美国本土，尤其是制造产业上，就能增加美国国内的流动性。所以呢，就像特朗普拆白宫修园子需要 2.5 亿美元，然后大笔一挥签署了美国司法部因此前涉嫌对他司法迫害而给他个人的赔偿金，刚好也是 2.5 亿。川普要钱现在主打一个在不讲道理的这个范畴里是最讲道理的那个人，量出为入嘛。你看，真没多要你的，缺口多少我才要多少的，搞得狗子们要是不感恩戴德呀，都有点对不起他本可以更不讲道理，竟然还有底线的操守。那恢复全球对美元的需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跟美国进行贸易。美国现在除了农产品出口就只剩资源出口了，怎么能又贵又多的卖给欧洲呢？大家就看到了，以色列在中东大打出手，同时开辟7条战线，甚至不惜对卡塔尔大打出手。美国之所以默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以提高油价。对委内瑞拉下手，我在9月30号的节目里就分析过，主要原因也是石油闹的。委对我们出口的石油几乎全部用人民币结算，这就使得全球对美元的需求进一步下降。打击委内瑞拉既可以炒高油价，又可以打击不用美元结算的石油出口国。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工业品出口国了，川普想搞钱，现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逼着欧洲买他的石油，油价涨，美国是最受益的。所以在中东默许以色列打生打死，打击全球最大的储油国，如今又瞄准了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核心因素都是油价，这个算盘是明牌的。所以俄罗斯现在还想着法儿的打好川普这张牌，自然不会轻易的对委内瑞拉提供军援，但是呢，去抢美国给自己的石油开辟的份额，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石油的全球需求是稳定的，属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现在美国花大力气拔出了2个大萝卜，打击了2大产油国，石油的全球需求就大于了供给。这个时候呢，他本来是想要自己占坑里的，结果呢，欧派克和俄罗斯一起增产，直接就分走了美国自己拱出来的份额。美国如果折腾了半天委内瑞拉，结果石油价格没上去，出口也上不去，自然就釜底抽薪的玩不下去了。那大家可能就疑惑了，美国从老登开始就暴力加息，联储不断的缩表，美元不是都被抽回美国了吗？怎么美国国内会流动性紧张呢？美国不是国内通胀吗？怎么还不断的想办法让盟友把美元送回美国呢？有些观众听过一个高血压大战低血糖的梗，就总以为美国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是同样体量和难度的，其实真实情况远比这种笼统的概念复杂的多。我们的低血糖实际上可以认为，我们目前在低氧舱里做波比跳都跳了3年了，偶尔有点眼前发黑，但是还能继续跳下去。而美国的高血压它不是均匀的存在在国内的，而是都往美股的这个脑血管里冲。可是作为向实体企业贷款的美国银行，这个心脏里的流动性是严重不足的，心肌缺血。托公知们的福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民喜欢超前消费，没有存钱的习惯。跟我们持续的脱钩单链之后呢，美国的物价水平是节节攀升。疫情之后，居民的信用卡坏账率创了历史新高，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存定期的。对于美国银行来说，可以放贷给实体产业的钱一定是定期存款。
可是现在没人在银行存定期啊，美国又因为滥发货币，无论是本国的资金持有者还是外国的资金持有者，比如曾经美元回流的重要力量渡边太太们，都更愿意持有美国的资产，也就是美股，而不是持有美国的债券去银行吃利息。所以其实美国现在正在陷入一个流动性的陷阱，美元好像回流了，但是又流动不起来，进入不了实体产业，现在是全都陷在美股里爬不出来了。我们现在是可以继续造货的，流动性增加，我们突围的速度就变快，摆脱卡脖子之后，供给侧就跟出了低氧舱的魔丸一样，一窜那么老高。而流动性我们正在通过国有三资三原则来刺激增量，可美国就不一样了，它现在是有币没货，而且币越多越没有币流动到实体产业，也就是说钱越多钱越少，越没有货。于是现在川普都学会抢答了，川普不是逼着盟友去美国投资吗？其实就是按着自己的狗子，直接给美国的制造业输血，增加流动性。至于各位担心的美国通胀啊，其实通胀根本不是美国统治阶层关心的问题，通胀只是美联储依然贼心不死的想恢复美元潮汐，血洗全球资产，一招回本的托词而已。美元潮汐不是单纯的指美元回到美国，真正的循环是这样的：美元放水，然后美元贬值，大家为了自保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然后美军出手，全球再次需要美元，美元继续放水，如此循环往复。所以大家就意识到了全球的地缘动荡和美元的潮汐它是同步的。以往当联储缩表，全球的资产价格随着美元的稀缺就大跌，美国资本开始抄底，各国的资产持有者为了避险以及保值，就会主动的把本国的资产换成美元，就等于美联储加息大喊一声给我囤它，大家对美元的需求就会噌的一下成为推动美元潮汐的市场动力。这个时候美元的地位呢就被再次巩固了，美元是保值的，是稳定的，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即使这部分钱不回流美国，被就地存起来，其实都能构成对美元的需求总量，给了美国再继续印钱的巨大的空间。随着钱印多了，流动性恢复了，美国资本把当时1块钱抄底的该国资产10块钱再卖给原主，一来一去就赚了9块钱。如果该国买不起，还需要努力继续生产，用劳动换回美元，把自己原本的东西再买回来，里外里自己的东西再回到自己手里，要被美国缩了2遍。所以美元潮汐不只是钱带着全球资产回到美国，其实真正的价值点是全球需要美元。如果你不需要，那就打到你需要，需要避险，需要卖石油，需要说谢谢。总之，美军曾经就是确保全球需要美元的保险栓。欧盟、卡扎菲和萨达姆都打过不用美元的主意，然后呢，谈笑间灰飞烟灭的结局，这样既给了全球相信美元永远安全的保障，也给了试图挑战美元潮汐的人足够的敲打。可以说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可是天下间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儿？财富永动机就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吗？美国在60年代的时候，工业产值就占全球的 40%， 中产阶层最多时人口占比 70%， 曾经全球最大的供给侧就是美国，并不是我们。可是任何制造业强国都必然会受到周期的挑战和打击，每次高速发展的时候，其实都是风险和过剩的积累阶段。随着经济周期进入到萧条期，央行降低利率，市场流动性增加，本该是产业调整升级的大好时机。可是美国伟大的2党制就像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选民孩子说，我们不要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不要承受温差和过剩出清的阵痛，我们就要赢，我们不管什么经济规律，谁给我们钱我们就选谁。于是每次选出来的那届政府都会选择通过美元潮汐做大金融业的繁荣，来裱糊制造业的停滞和衰落。只要让流动性涌进股市，收割全球的其他资产，从拉美到德日到苏联再到东南亚，自己的制造业积重难返，跟我一个就干4年的总统有啥关系？下届我要还想连任，还得继续印钱发钱炒股市。于是看着挺爽的美元潮汐，实际上就伴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快速做大，彻底反噬了美国曾经无比辉煌的制造业。可以说啊，在美军的保驾护航下的美元潮汐，配合着美国的2党制，最终孕育出了美国金融业这颗毒瘤。金融业赚钱的速度，从人才到资金到政策到市场，全方位的抽干了美国的制造业一切的发展可能性，一直到现在。
而川普一直喊着让美联储降息，说白了就是想给美国经济戒毒，即使通过对外不讲理界最讲理的姿态敲竹杠，都想把国内的制造业恢复一二。然而美联储依然寄希望于再抽最后一口，万一东大倒了呢？美国的烟枪里的大烟膏子不就又续上了吗？这既是美国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症结所在，也是美元潮汐在多年掠夺全球之后对美国溺爱式的反噬，同样是两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毕竟民主党这帮金融业豢养的守门人跟制造业恢复是一毛钱的利益都没有啊。如今美军是被胡塞武装验出来的成色，其实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垮塌，军工业也一样千疮百孔。如今把乌克兰以色列顶在最前面，自己只敢远远的朝委内瑞拉尼日利亚扔砖头，再难以像进攻阿富汗时那样给美元强势的授信。全球对美元的信任早已今非昔比，于是对美元的保值和避险需求这一部分就无法被满足了。而随着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工业、原材料进口国，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全球16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有了自己的结算系统之后，要求跟我们结算使用人民币，不过分吧？货币交易货物才用到的币才是最根本的稳定的需求啊！这么一买一卖，我国的对外贸易一大半现在都是本币交易了。那前面提到的美元潮汐最终要的动力原点，对美元的贸易需求也熄火了一大半。可以说这两条腿就没有一个是跑得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川普在韩国跟我们见面是有多么的铩羽而归，是不是就更清晰了？川普想再美元化，就只能继续在全球零敲碎打，填补我们给他的垄断撕开的这个大口子。日后的世界还会沿着这条经济主线发生更多的地缘动荡，海外的同志们一定要做好面对风高浪急挑战的准备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